坐吧，坐吧。我打断一下，各部门主管都在。我宣布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严令禁止集团的员工在公司以及网络上传播欧阳和林美雅的流言蜚语。林美雅是欧阳的秘书，仅此而已。一旦再让我发现有人对于他们俩的关系进行无端揣测，欧氏随时请他走人，不论是谁。我说完了，继续吧。关于这次新品发布会的实际成本，我们必须要控制在这份预算的50%之内。我看了一下，目前的整体宣传方案，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一定要记住之前方案的精准，直接体现在活动的宣传效果上。我可以接受成功或者失败，但绝对不接受平庸。所以，董事长，集团下半年的整体宣传方案的执行工作，我想交给欧阳来全权负责。您觉得呢？好啊，没问题。好，欧总，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了。我会让相关部门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你怎么那么干脆就同意了？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先告诉我，我爸跟你说什么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你跟我爸说什么了？昨晚上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替你死扛啊！啊！怎么今儿一早他突然之间就站在咱们这边替咱们说话了呢？啊？这么说，你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做担保。林小姐，请你告诉我，在你心里，欧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开始认识欧阳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满世界跑着玩，一个出生在有钱人家的寄生虫。可是通过我和欧阳拿错箱子，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在满世界跑着玩，而是在打自由搏击比赛。打自由搏击比赛？是，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赢过，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他一直不回来，就是因为要在国外养伤。伤还没养好，下一场比赛就又开始了。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疲倦。欧阳的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和自由搏击有关，唯独有一样，就是董事长您的全家福。他打自由搏击，说明他内心有着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他不希望依附于任何人，不希望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孩子。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家人的照片，说明他内心渴望着家庭的温暖。总之，我认为欧阳是一个聪明、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能成大事。早上董事长来找我，他让我主动提出辞职，我没同意。我告诉他，即便我要走，也要让别人解除了你我之间的误会之后，我才能走。就是这样。就这样。
哎，你说实话，我爸是不是给你开什么条件了？要不然你怎么突然之间跟我统一战线了？还这么关心我的死活？你不是特想从这儿辞职吗？第一，灰溜溜的走掉，不是我林美雅的做事风格。第二，要想证明我的清白，就要先证明你的清白。所以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必须并肩作战。好了，说回正题，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下半年整体宣传的第一炮4场秀。4场秀啊，欧阳，以咱们目前拨下的预算来看，根本就支撑不下来，而且还没有算重新策划整个方案的时间成本。咱们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时间没时间。更何况，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你姐她在故意刁难你，你怎么那么主动积极的就把这件事情应下来了呢？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刁难我，所以我就更应该积极主动的把这事给应了，要不然不就是我欧阳怕了吗？哎，我练综合格斗已经5年了，大小赛事参加了无数，不怕你笑话，前4年里我连1轮都没赢过，我就这么一直输，一直输。输得我都烦了，我就告诉自己，欧阳，你就别参赛了，你放弃这项运动吧，你没这个天分，你不适合，你安静的做一个纨绔子弟不好吗？但是我又一想啊，凭什么呀？人只能活一次，凭什么我的人生要在你们的话语中抉择呢？所以我就更加的努力，努力训练，研究技术，制定战术。就这样，哎，我今年终于过了第1轮。其实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就是被我爸推到台前的一个提线木偶。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其实这跟比赛是一样的。其实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输的勇气都没有。我最终可以接受我离开欧氏集团的身份是失败者，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叫我懦夫。再说，我欧阳不是吃素的，我连1拳1脚都没打呢，他凭什么就认定我一定会输，对不对？像，实在是太像了。原本呢，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之前绑架您女儿的绑匪当中啊，有个人还是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于是我就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啊，询问了几家当地派出所，还真找到了11年在沙顶镇登记的居住证信息。他们现在在哪儿啊？林先生，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中国这么大，找1、2个人哪那么容易啊？从11年到现在啊，这母女俩据说辗转了很多地方。哎呀，好在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他们的身份证信息，总比之前漫无目的的大海捞针要强多了吧？哎呀，是，真是太感谢你了，不客气，麻烦你了。没事吧？哦，对不起啊，我先接个电话。好。小雅，怎么了？爸，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我得晚点才能回去。这怎么刚到公司就加班啊？我这不是正好赶上公司新产品研发的关键时刻吗？我们产品研发部的同事上上下下的都得加班，我一个新来的，我不得表现表现？那好，哎，那记得晚上吃饭啊。
可千万别因为工作把自己身体给搞垮了。另外，你下班之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回去不安全啊！哎呀，爸，不用了，我都多大了？等我下班以后，我叫辆车就回去了，很方便的，你别担心我。那好，那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呀，好了，爸，我知道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进去工作了。哎。终于有你们消息了。你看看，你又来。要不是妈的病，不会去见高丽丹，也不会有家不能回跑到泰国来，更不会去坐牢。乔乔，只要你这个样子，都是妈连累你。妈逼死了算了。啊，你看，你就非得给咱俩都说哭了，你就高兴了。我这不挺好的吗？你这两天清醒的时候就捣鼓这两句话了。我看你现在正常的时候比你犯病的时候还吓人。不许哭了，哭了愁死了。别哭了，我可不想要那么难看的妈妈。吃饭，快，好好吃饭。哎，妈，你醒了？叫谁妈呢？我妈不是你妈。我这不都叫习惯了吗？是吧，妈？你怎么没完没了的？啊，不叫了，阿姨。哎，国内的事情你打听怎么样了？消停点没有？泰国我真的待够了。国内要是好点儿，就跟我妈咱们就回去了。赶紧回吧。我还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呢，那帮人有几个被抓起来了。怎么被抓起来的？我听说他们找到一个跟你长得特别像的女的，就把那女的给抓起来了。后来就被欧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欧阳给救了，他还配合警方把那几个人给抓起来了，现在还在牢里呢。有这事儿？还能有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哎，苏姐姐，赶紧叫医生。哎。不会，我，小雅，妈妈对不起你，小雅，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小雅在呢啊！在呢，小雅。别对不起小雅，你没对不起我啊，妈好着呢，小雅好着呢。我的小雅，妈妈对不起你。会展公司的报价还是太高了，告诉他们，必须再降30%。可是欧总，那边价格已经咬得很死了，刘总说根本谈不下来。那你就告诉他们，以后不用再合作。但是说话一定要婉转，而且你要暗示对方。欧氏每年有那么多的大型宣传活动和门店包装，还有新品推广，如果他们同意我们的条件，集团很可能会把后3年的活动打包给他们。欧总，这种事情都是刘总跟那边的老总直接谈的，我们这边够不到呀。我上哪儿找他们说去啊？
会展公司那边的价格还是太高了，务必再降30%。欧氏未来3年的所有大型宣传活动，可以当做条件打包给他们。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最低了。好，既然这样，那就换会展商。欧总，换会展商没有问题，可是那也就意味着目前定的4个场地全都要换了。只换会展商不行吗？欧总，您刚接手，可能还不太了解情况。现在是只要用这4个场地，就必须要经过这个会展商，而且目前最适合的就是这4个。如果全都不用了，那花精力找其他的场地可就麻烦了。照你这么说，现在不用都不行了。是啊，现在只能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地方节省开支了。场地不降价，我哪还有地方节省开支啊？欧总，您先别着急，原本这个价钱就是做不下来的。欧阳那边这几天怎么样了？他从各个部门都调了人去他那边，说是要重新策划宣传秀，但是到现在也没什么进展。霍总，出去。我先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态度？陈哲不管怎么说也是销售部的经理，你作为公司的副总裁，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下属吗？你将来要怎么服众啊？行，我错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预算还能不能再加一些啊？不可能。可是不加预算根本就做不下来的。那我也无能为力呀。去年的预算就超了，今年只能这么多了。我总不能把明年的预算拿到今年来给你用吧？那既然如此，你干嘛把这活交给我啊？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接啊。真够倒霉的。本来我能跟男朋友去度假的，现在被调到小欧总这儿来，天天加班。关键是有什么意义呀？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降低预算吧？场馆的费用、人员的费用、服装的费用，都已经最低了，还怎么降呀？再说了，这种事找咱们来做，咱们这群虾兵蟹将的能干什么呀？顶多也就打打下手。那关键所有的环节不都是各部门老大去谈的吗？把咱们困在这有什么用啊？你还抱怨呢？要不是今年你们策划部方案预算超了，至于搞得大家都这么神经紧张吗？什么叫我们超预算呢？我们之前超预算的时候也是跟你们财务商量过的呀，你们财务部是批了的，现在搞成这样，你们心里没数啊？什么意思啊？你们今年的预算财务部原来是批了的，那为什么到我们就不批了？为什么到了小欧总就要按照原本的预算做啊？这我们哪知道啊？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累了，回去养足精神，明天继续。林明啊，
您刚接手，可能还不太了解情况。现在是只要用这4个场地，就必须要经过这个会展商。原本这个价钱就是做不下来的。我总不能把明年的预算拿到今年来给你用吧？那既然如此，你干嘛把这活交给我？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接。休息会儿吧。李明啊，你这辈子最艰难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我这辈子最初的记忆是在孤儿院。孤儿院的2楼，左边数起第5个窗户，因为那个窗户正对着孤儿院的大门。在那儿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垫着脚趴在窗户前面，看着门外。我就希望有一天，我妈可以回来，带我离开那儿。我每天就在那儿盼着，等着。曾经我一度以为，那段时光会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后来，我爸领养了我，带我离开了那儿，给了我一个家。但是我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我爸为了治好我的病，把他所有钱都花光了，还借了很多外债。他没办法了，就把自己饭店的工作辞了，开了这家大排档。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去进货。可是我每天一睁开眼睛，都能看到他提前为我做好的早餐。那时候，我只有在放学的时候，才能在大排档见到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的衣服永远都是湿的，手腕每天都贴着膏药。一个跟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愿意给我一个家，愿意当我的爸爸，还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可是我什么也帮他做不了，一点都分担不了。那种无能为力，是我认为这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我还以为你会说跟陈哲分手的时候呢。你在法国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时候，难道不艰难吗？完全不会，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扛一扛，就都过去了。从我18岁起，可以打工赚钱，替我爸分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艰难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思雨跟我说过，人不管遇到再难的事情，都不能丢失了自己，要学会跟自己说对不起，更要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说的特别的好，怎么着？我们家小欧总遇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了？别幻想，在我欧阳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这就对了，这才是你嘛。为刚才梅雅同学说的话点赞。今天正好有时间，请你俩吃大餐怎么样？好啊，走着。不好意思，稍等。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不好意思啊，真的很抱歉，不能请2位吃饭了。临时出了点状况，我得赶过去处理。怎么一说请吃饭你就有事儿啊？哎，这不是我的风格好吗？回头一定补上2顿 ，OK？拜拜，梅雅。拜拜，小黎叔，你快去忙吧。